大清在鼎盛时期，领土面积达到了1350多万，而明朝末年只有350万，是明朝末年的4倍。很多人对此很困惑，为何清朝面积比明朝大这么多呢？明朝看起来军事实力更强，为何清朝对中国领土的贡献更大呢？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清朝那些扩张版图的战争。公元1616年，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驰骋于草原上，带领女真族拼杀，建立起了后金政权。后金是大清王朝的前身，那时的领土面积非常小，还没现在东北3省大。会有后来广域的领土，是清朝领导人和将士们几代人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。公元1636年，后金势力逐渐强大起来。这时，领导后金的人已经变成了皇太极。明朝内忧外患，正在垂死挣扎中。皇太极看到了扩大版图的机会，也不满只居于北方。他在汉满蒙这3族的支持下，在北方称帝了，改国号为大清。清朝就这样拔地而起。皇太极执政期间，采取多种措施壮大清朝，拉拢分化和瓦解，成功拿下了漠南的蒙古。从这里开始，大清的版图开始一点点扩大。这时的大清王朝只经历了2代领导人，几十年的开疆拓土，就已经拥有了2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，很快就要追上明朝末年的领土面积了。公元1644年，皇太极突然病逝，清朝瞬间大乱。孝庄在皇位争夺中将儿子顺治扶上帝位。随后，清朝发动满蒙汉兵，准备伺机入侵攻打明朝。由摄政王多尔衮率兵一路南下，进入山海关，和明朝团练总兵吴三桂里呼外应，带领满蒙汉兵顺利攻进了明朝的都城，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展开大战。多尔衮取得战争的胜利，清军占领明朝都城。随后，清朝带着之前打下的领土南下，定都了北京城。还没有20年的时间，勇猛的清军不仅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军，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统治。到这个时候，清朝的领土面积得到了空前的扩大。但清朝在定都北京后，并没有满足于此，他们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，整顿休息后，又开始马不停蹄的开疆拓土。公元1661年，顺治皇帝驾崩，康熙皇帝登基了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大清继续开疆拓土，领土要攻也要守。为了寻找海口的沙俄，不断向东扩张，侵占了清朝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。很快，大清的其他领土也被沙俄侵占。这个时候的清朝处于鼎盛时期，正好兵强马壮，这口气不可能往肚子里咽。公元1686年，康熙皇帝派出清军前往清朝东北边境，用3年的时间将入侵的沙俄军队打出了清朝。面对强大的清朝，嚣张的沙俄下场如何？大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，被沙俄侵占的领土全部收回。在清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，沙俄不得不低下了头，乖乖坐下和清朝和谈。公元1689年，沙俄以满文、俄文和拉丁文3种文字与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。条约明确规定，格尔毕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外兴安岭作为清朝和沙俄的东段边界，相邻地界的百姓可以持相关证件来往通商。从此，沙俄远征出海口的梦想破碎，只能隔着清朝的领土观望了。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，清朝的版图面积不断扩大，确定了乌苏里江、黑龙江和库页岛等广大的地方，归属于清朝的领土。就在清朝和沙俄都在努力扩张时，在大清王朝的西边，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权悄悄地崛起了。该政权是准噶尔汗国，这个政权日后成为清朝开疆拓土最强劲的敌人。大清一共经历了3代帝王，才将准噶尔汗国彻底消灭。该政权是如何崛起的呢？其实，准噶尔汗国发酵了上百年，
在明朝灭掉元朝后，蒙古人被明军赶回北方大漠，元朝的残余势力回到大漠后便开始了内斗。因为内斗形成了多股势力，清朝起初开疆拓土的时候，对蒙古各部采取威胁、拉拢和分解的手段，率先将漠南蒙古并进清朝的版图。到了公元1688年，崛起的准噶尔汗国突然发兵进攻了漠南蒙古之外的部落，喀尔喀部受到入侵。面对实力强大的入侵者，无奈之下，喀尔喀部的汗王向清朝的康熙皇帝求救。康熙皇帝得知消息后，立刻派出清军救援，联合作战，将准噶尔势力驱赶出了蒙古地区。这一战将隔壁的沙俄都惊呆了，从此内蒙古和外蒙古都归顺了清朝，清朝的版图再次扩大。准噶尔汗国未除，大清征战扩张的步伐也不能就此停止。被赶出蒙古的准噶尔汗国又将矛头瞄准了他们的南方，想拉拢南边的西藏势力联合攻打拉萨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清朝开始坐不住了，还想跟我抢地盘，立即采取行动，发兵干预准噶尔汗国的计划。公元1721年，康熙皇帝派出3路清军向西迅速攻入西藏，将准噶尔势力驱赶出西藏。战争大获全胜后，康熙皇帝下令驻扎4000军队在西藏地区，专防准噶尔汗国南下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既好收集情报，也好应对西藏的突发情况。因为北方的准噶尔汗国被清军打怕了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南下侵扰，康熙皇帝就将之前的4000人慢慢减少到了1000人。公元1728年，雍正皇帝在位，清朝处于新旧皇权交换期间，西藏地区发生了内乱，清朝发兵迅速平定了叛乱，然后取消了当地的一切行政机构，在此地设置了驻藏大臣，将西藏的地方人事、军事、财政和外交等总揽了。这就标志着西藏这个地区正式并进了清朝的领土。实力强大的准噶尔汗国，清朝是如何将其打败的？在公元1721年，清军为了阻止准噶尔汗国南下，曾经借道过西宁。西宁是青海的权力中心，青海西邻准噶尔汗国长期受到侵扰，一直被压制着。但是青海呢，也接受过朝廷的拉拢，他脚踏2只船，在2个势力当中是左右逢源。在此之前，清朝派军队进入西藏对抗准噶尔的时候，青海政权不仅主动帮助清军入藏，还和清军一起驱逐准噶尔的势力。公元1723年开始，青海政权在2国之间摇摆不定，突然就当头一棒，帮助欺压他们的准噶尔汗国对抗清朝。青海政权虽然手握着20万大军，但是并不了解清朝真正的实力。清朝只用了半个月不到的时间，就将青海政权的20万大军收拾了。青海呢，随之也并入清朝的领土。其实准噶尔汗国所在的西域，在汉朝也是中原地区的版图，但是到了唐朝时期被吐蕃势力占据了。自唐朝开始就和中原地区断了联系，时间长达上千年，一直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，这片土地上崛起因被后金排斥而逃到西域的瓦剌蒙古。经过一代代的发展，瓦剌蒙古在西域建立起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。清朝经历了康熙、雍正和乾隆3朝皇帝，一共花费70多年的时间，才将这块硬骨头给平定了。准噶尔汗国也是清朝建立以来当时遇到最强劲的对手。公元1755年，准噶尔汗国内部发生内乱，大清的乾隆皇帝趁机发兵攻占了伊犁。到公元1757年，乾隆皇帝再次派出清军，兵分2路进攻准噶尔汗国。因为准噶尔内斗不断，再加上当时瘟疫爆发，清军迅速就将准噶尔汗国拿下了。时间到这里，准噶尔汗国也并入清朝的版图。乾隆皇帝大喜过望，也是故土新归，于是将此地赐名为新疆。大清王朝的领土面积
至此达到了1350多万平方公里。此时正处于清朝的鼎盛时期，国力空前强大。虽然清朝的领土面积之后有所缩减，但也有1000多万的平方公里，是明朝末年领土面积的4倍。其实，明朝在鼎盛时期领土面积也有1000万平方公里，因为明朝中后期内忧外患，内有少数民族侵占，外有缅甸的吞食，领土面积一直缩减。灭朝时只剩下350多万平方公里，但明朝鼎盛时期的领土面积还是没有清朝大。但到了清朝晚期，遭到列强的侵略，让清朝割出去的疆土有150多万平方公里，到清朝灭亡也还剩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离不开皇帝和清朝士兵的努力。清朝开疆拓土，造福于后世，对中国领土的贡献巨大。